一直以来都有很多顾客不明白什么是 hosting， 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每一个月或者每一年都需要付费。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特地做了一个视频来跟大家讲解，以及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 hosting。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我是 Tris， 欢迎来到色 IT Studio。Tris， 我问你啊，你知道市场上有哪几种 hosting 吗？好，我连 hosting 是什么我都不懂哎。其实呢，好像我们做一个 website 就好像我们开一间店这样子。我们开一间店，首先呢，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要先注册名字嘛，我们要去 ASN 注册一个名字。这个注册名字就好像我们要注册一个 domain name。就 www 对 www 什么 .com， 这个就是一个名字。所以当我们注册了名字的时候，下一步骤我们就要去找一间店来经营我们的生意。我们要去什么 location 找啊，然后要多大啊，然后要怎样装修啊，这种是我们下一个步骤要做。找店呢就是我们的 hosting 我们的这个 hosting 我们要在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还是在美国的 hosting 然后它里面的容量要多大，就好像我们选店这样子要多大，然后过后我们装修呢，就好像是我们做 website design 就可以开始开网站了啦。对，这个就是跟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开一间店是没有一样的东西。对。那在市场上呢，我们可以把 hosting 把它分成4大种类。第一种我们叫做 share hosting，第二种叫做 VPS， 也就是 virtual private server，第三种我们叫做 dedicated server，而最后一种呢，我们叫做也是现在比较通用的cloud hosting，就是云端服务器。那他们有什么差别呢？其实他们的差别呢，我们就可以把 hosting 当成是我们的 residential 来做一个比喻。就好像 share hosting，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 apartment。apartment 就是好像很多人一起住。但是可能那个 apartment 它是没有 security guard，它也没有 facility。你是想下假设你这个 apartment 有一个用户，突然间他发生事情，例如火灾，这样所有的 apartment 是不是受影响？一起烧。对，一起烧啊！你就是可以把它想象一下，好像你的 website 是存在一个share hosting 里面，然后假设你又不懂这个 website， 它这个 hosting 它做过什么东西，它有什么人、什么 website hold 在里面。假设一个 website 它中了 virus 中 hack，这样你整个 hosting 的用户都会中影响。这就是 share hosting。OK，alright。而 virtual private server 呢，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比喻成高级公寓。condominium， 就是有 security guard， 有自己的 security guard。有自己的 facility， 好像泳池啊，然后 gym 啊，这些 facility，就是它比较安全一点。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的 website hold 在一个比较 well managed 的一个地方里面，一个 hosting 里面。假设你一个 website 发生了事情，它至少还有预防的一些措施，就有人会去 check 啊，对，有人会跟你讲啊，这样子啦。prevent 你其他用户会受影响。但是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假设你是一个用户，你想要BBQ，你这个 condominium 是没有 BBQ service 的。你没有 BBQ service， 你就要去申请跟 management 申请咯。申请我要做一个 BBQ 的地方。对，但是前提是这个 management 他就会去斟酌，好像你这样多个用户当中，是不是每个用户都需要 BBQ 这个 service？他是值不值得去营运这个 BBQ？也对，没有可能为了你一个人。对，你就不能够customize 你要的东西。这个就是 virtual private server 的一个limitation。而 dedicated server 呢，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有一个私人地方，你有一块地。你有这块地，你要起 bungalow，你要起 wisma， 你要起什么都可以。对，好像你这个 bungalow 你要起多少间房，你要建多少个泳池，你要请多少个 security guard 都可以。对，你就可以 custom build 你要的东西。就比较灵活性。你比较灵活性，你就不需要去好像之前申请这样之前那个还要申请，然后还要通过看会不会为了我一个人去做这样的事。对，这个你就拥有你这样子的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而 cloud hosting 呢，就好像是你一个有无边界的，就可以 scale out 了。你可以不止一块地不可以说是不止一块地。
可以说是好像我们拥有一块，那个时候我们拥有一块地在 KL。对。这个 KL 地我没有可能搬去槟榔，搬去Johor嘛。它固定在那边。它固定在 KL， 我就只可以在 KL build。Crowd 不同哦 ，Crowd 好像我讲今天在 KL， 我可以讲，我爽下，我这个我要搬去美国，我要搬去新加坡。所以才讲无限这样。对，它没有限制性的。它可塑性很大，它是由很多个 dedicated server 来组成，而且它可以 sharing resources。意思就是说，好像我现在我的 cloud 是在我的地是在 KL，然后我的店在 KL，所以我 KL 的流量它就一个限制了嘛。对。假设我突然间今天我做 live，我流量很多，我要怎么做呢？我没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就把我店面加大嘛。也对。很难。装修我都要装修很久。对，很麻烦做。而 Crowd 不同了 ，Crowd 我可以去拿到另外一个 instant 来做 loop balancing， 可能这是我们在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可以很容易的 scale up， 我一个人不够，我就可以找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我也可能可以找在不同的地方，我可以在美国、新加坡、日本来 sharing 这个 workload。这个就是 Crowd 的好处。我说它的那个价位会比较高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频道的话，我们是一个知识型教育频道，专门分享网页设计、平面设计、网络营销策略及技巧。如果你正在关注这类型的影片呢，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啦。